大家好，我是大伟。说起小腿啊，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有一个美誉，被称之为第二心脏。但是呢，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小臂上面其实也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和我们的小腿是齐名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藏着一个泵，和我们左边这里的扑咚扑咚的这个地方是一样的。而且我今天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牛的动作，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每天进行一个锻炼。这个动作是为数不多的，你做完以后不仅会有感觉，还能看得到变化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就是一个我们手上面活动的一个操，而这个操呢，可以把我们手臂里面藏着的这一个泵给它启动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只要一启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红色的水流啊往上去涌。所以做完以后，你就会感觉到手上发热，看起来颜色也会有变化。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的，一定要记得在我们下面的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来一起来做动作啊！所有的朋友们记住，咱们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我们的小拇指，比如说它往后，其他的手指也往后，小拇指往前，像握拳，其他手指也跟着往前啊，这么2只手一起去做。所有的朋友们啊，你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呢，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开始上下的进行一个动起来了？这就是它工作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泵，和小腿齐名，也是在这个地方，它的工作效率就和我们左边的这里扑咚扑咚的一样，你看是不是上下在动？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看得会比较清楚啊，上下在动。所有的朋友们，你以为这样就完事了吗？其实我们的整个小臂也会因为我们的手指在运动，而这些肌肉也没锻炼得到。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我们就这样去做1分钟，大家跟着我把手举起来一起去做。做完以后，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手上发热，然后同时颜色上面也会发生变化。咱们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得，如果你累了，千万别把手突然这么放下来啊！累了以后，很多人做个10秒、15秒钟就会感觉到酸了，怎么办？把手捏住、折住，手肘折住以后往上抬3下，1下、2下、3下，抬的时候就当休息，休息完以后咱们继续去做。如果再酸了，再抬3下。动作做的时候，大拇指是不动的，只动4个手指啊。咱们大拇指不用跟着去转，大拇指保持一个随便它怎么去扭动，跟着4个手指去扭动，不用管它，你只要控制你的4个手指来回做就行。平常咱们这么做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么做也可以啊，不同的姿势都行。所以说这个动作非常方便，咱们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啊。你要记住啊，手上面是有6条线络穿过去的，12条线手上面独占1半了。所以这个动作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不一样。来，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马上倒计时啊，还有10秒钟，10、9、8、7，看这个位置，6、5、4、3、2、1，好。做完了这个动作以后，你看神奇的感觉就来了。我们把手只要放空，你就会发现一股一股的这个暖流往上面去涌，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了这种热热的感觉以后，你别着急啊，咱们把手翻开来看一下，看看你的指腹，看看你的手掌面是不是颜色也发生变化了，是不是变成红色了啊？你们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说了，它就是什么？和我们小腿齐名的第二心脏。这个位置只要能让它长时间的去锻炼，让它工作起来，源源不断的水流就会往上去涌。咱们有很多朋友冬天啊，这个手都不敢下水，一年四季这个手上没有温度，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泵啊工作起来。不能让它闲着，每天没事做个1分钟、2分钟，闲下来的时候没事都可以做这个动作。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到了秋冬天，有一个话题啊，就少不了，就是我们的腿脚。你会发现，秋冬天的时候，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穿的裤子啊，是一层比一层厚，而且呢，这个腿脚活动起来，明显的感觉后劲不足。有很多朋友只要到了走路啊或者爬楼的时候啊，哎呀，这个腿脚就感觉到有力用不上来，怎么办呢？很多朋友带着疑惑来问大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讲一句话，叫做腿脚的根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胯。
胯就是腿脚的根。有很多朋友之所以感觉腿脚用不上力，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胯没有打开。咱们这个胯轴啊，特别的重要。你看一下，咱们是不是年龄越大的人走路的这个步伐就越小？是不是就这样的？年龄越年轻，你看这个走路的步伐是不是走起来就跟跑起来一样？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着胯部的这个话题，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内容，教大家怎么去开胯。只要把胯打开，你会发现你的腿和脚啊，慢慢的越来越有力量。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如果你感觉视频有用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那么咱们接下来来展示一下动作。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下咱们胯的位置，非常好找啊。你看，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两侧，自然放下来。然后呢，你把你的脚，你看这么来回的转一转，感受到一个东西在手里面滑动，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转子。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大转子啊变得更加的灵活。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件事啊，把我们的脚，比如说拿我的右侧为例啊，把脚往外伸到我们的外侧，脚尖点地，然后从外向内画一个圈。你看，抬腿向内折，画下来。好，完成了这一步以后，再反向画一个圈。2。好，这么一来一回，我们为一次。那么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股沟，然后在做的时候，你看来1、2，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肌肉发力，这就可以了。我们做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带大家做几次啊。来，你看，把腿往内折，然后再顺着内侧往外拉，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的细节非常多。你别看着简单啊，咱们有很多朋友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有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他这么做。这么做可以吗？肯定不行的。首先第一步，先抬腿，抬腿以后内折往下，再从内侧面开始画一个圈过来。这么一来一回之间，不仅把我们的胯部打开了，我们的腹部还能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好。我们右侧腿做完了以后，紧接着是左侧腿，也是一样的，腿往外打开，抬腿向内折往下，再来2。然后慢慢的回，再来，如此反复，咱们每天做，你会发现你的胯部越来越灵活。胯部越来越灵活，就意味着你走路的这个步伐能够迈开来了。步伐一迈开，你看一下我们大腿这些大的一些肌肉群体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走路当中，你走起路来就会步步生风。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转胯这个动作，建议大家每天做上一个3轮左右各为10下为1轮，然后呢，我们做上一个3轮，达到一个充分的锻炼。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没有关注的朋友们，把关注给点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已经有很久没有深度的放松过自己的大腿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嘛，搜索就是大腿的肌肉比较紧啊，比较的僵啊，包括很多朋友讲这个下面往下走的这个经络不通，往下走的这个感觉寒气比较重。那么有很多人他是尝试每天去拉腿甩腿、踢腿，但是真正的能让我们腿部放松的这些方法讲的人确实很少。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深层的放松我们腿部肌肉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到有一些难受，但是你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你的腿部的肌肉将会重新的恢复弹性，走起来路以后步步生风，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觉好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视频内容一起放松我们的腿部。这个动作咱们把它分为2式，第一个是站姿开髋，第2个是趴着开髋，2个有不同的功效。第一个锻炼我们的协调能力，同时还能打开髋关节，对于我们稳定我们的一个重心，让我们老年以后保持一个平衡力是非常重要的。第2个我们趴着开髋，可以更好的在睡前的时候做一个运动，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气血循环，让你的睡眠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站姿开髋呢，更像于站桩的一种功法。我们选择的是一只腿迈在我们的膝盖上方，然后慢慢的平缓的打开，同时把手缓缓举起，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小腹要往里面微微升起保持平衡。手掌呢，慢慢的把我们的手指尖指向我们的上方保持住就这样。
那么在这样你保持一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呢，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身体的比如说我们的支撑腿，我的左腿就得到了一个充分的锻炼。同时呢，我的右腿呢，因为打开了我们的髋部它更好的促进我们的一个气血循环。所以就是我们左腿站完了以后，我们右腿也要做，2个腿都把它做完了以后就这个动作，2个腿都做完。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脚底发热非常的舒服。我们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把我们的核心收紧很多朋友做的时候，他身子是垮的虽然晃他身子是垮，但是我们只要把核心一收紧，你看就稳住了这个就是非常神奇的，把核心收紧，手臂挺直然后用我们的脚底去缓冲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平衡的力量。这个动作左腿30秒，右腿30秒，每天你左右腿各做一个2到3组做完以后，这个脚底发热非常舒服。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做第一式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练习最好是一只手扶着墙慢慢的去练。如果你感觉不稳定的，我身体靠墙，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跌倒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画上星号谨记。第二个动作呢叫做青蛙趴我们要把我们的髋你看打开充分的打开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脚底尽可能的就是贴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脚底贴在一起，我们的2个涌泉贴在一起，然后呢髋打开，然后身子往前去趴。大家注意看我给大家做一下。首先我们把腿先分开然后呢脚底并拢，慢慢的把身体往下压压好了以后呢，如果你像我一样打到这儿就打下不去了，我们就这样保持一会儿，然后慢慢的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身体就慢慢的压下去了。我们就这样每天去坚持做一个30秒到40秒钟为一组，然后去做一个2到3组，睡前之前做就可以了。这2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开胯拉筋方法，大家一定要把它结合起来做。平常站立的时候我们就做第一个，然后睡觉之前我们就做第2个，只要把它配合起来，你的髋部的一个灵活度就会大大的提升，而且整个人的走路的一个稳定性也会大大提升。好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对我们百式拉筋大法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脾胃一弱，身子就弱。在冬天，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脾胃。咱们有很多人常年被脾胃不好缠身，有的人被缠着5年，有的人被缠着10年。我总结了8个字，这8个字对你一定有帮助，叫做热升冷降，热胀冷缩。这8个字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咱们有很多人吃东西因为他吃进去了以后呢，他下不去，他卡在这儿。那这个时候你的胃大宝的火苗上来了，它就会往上升。所谓的往上升，首先一个嘴巴里面有味儿，第2个呢就是里面发苦口水会变少，第3个呢就是这个酸酸的水直接就往上走了，一直提到嗓子眼。有的朋友晚上睡觉睡一半，夜里面惊醒，为什么？这个地方他总是感觉烧着心烧着的感觉特别不舒服。所以呢，我们说热升热的往上升，冷的是往下走的。往下走什么意思？比如说特别在冬天咱们很常见，肚子一摸没有温度，出来的东西是黏黏糊糊的，这个就叫做冷降。我们肚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把它称之为叫神阙。有很多人他这个一些冷的，包括一些邪的一些不好的小风就会往我们的肚脐里面钻。那么进入这扇门以后，我们的脾大宝、胃大宝受到了影响，就会导致出来的黏黏糊糊的像水一样。所以呢，咱们叫热升冷降，热胀冷缩，更好理解了。热胀是什么意思呢？只要我们的火苗大，我们的这个胃里面它就会感觉到胀有的时候胀气打嗝包括嗳气都是这样的。冷缩呢，在冬天的时候更常见，一抽一抽的，就感觉像痉挛一样，这叫冷缩。所以呢，脾大宝、胃大宝不好可以说是非常受罪。以前的古人把它称之为叫做后天之本，又有朋友把它称之为叫9天之尊。为什么？因为只要脾胃不好的人，我们的所有的能量都源于他不开心了，我们的能量包括我们的指挥部都会不够。那么脾大宝、胃大宝怎么让他开心起来呢？其实非常简单，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手上面就有2条线，
分别是从我们的大拇指往下走这条线啊，两个手都有。然后呢，我们把它对在一起以后，你把手握拳，用你的大拇指压住你的食指，然后上下这么像爬楼梯一样的来回的搓。这个地方你摸起来以后，会有一条大大的绳子、大大的筋，我们只需要把手压住了以后，来回的搓就行，上下动一动，搓一搓，把这个地方搓热，把这个筋解开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脾大宝、胃大宝的，比如说出现酸啊、冷啊、胀啊，我们都可以在饭后用这个动作啊帮忙。但是这个动作呢，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我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啊，两者只要结合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1+1大于2。因为我们讲到脾大宝、胃大宝，你会发现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脾胃当中有了太多的一些，比如说湿啊、冷啊，包括一些风啊从这里进去。为什么我们要重点讲着肚脐？你看小的时候一个带子从这里连进去，好的都从带子里面往这儿走，那么肚脐呢就是脾胃的门，所以呢想要你的脾胃好，肚脐这里非常重要。那么以前呢，南怀瑾老师啊曾经给大家分享过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在养字当中做到了极致。它就是通过我们的肚脐放入一颗丹进去，每天晚上去放，白天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去做。我们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颗，桂圆肉1粒。然后把它放在研磨罐里面捣碎，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就这颗小丸子，每天晚上放在肚脐当中，把它封好。咱们有很多人在冬天啊，上面是热乎乎的，下面没有温度，叫上热下寒。那么这个小丸子放在脚底也依然可以。为什么咱们选择这个小丸子？因为你看，艾绒被称之为叫至阳之草啊，它放在肚脐当中，就相当于凭空当中生出了一把火焰。那么我们脾大宝、胃大宝当中的一些冷啊、潮的，包括一些小风，就会慢慢的被驱赶走。桂圆肉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气血变得更足，再加上花椒6到7颗，它窜走能力非常强，所以这颗小丸子咱们每天去用。一般来说，按照以前的方法是要7乘7等于49天，49天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那么有很多人啊，自己平常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呢也没有空，怎么办呢？可以看一下大伟给大家分享的师门当中的方法，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了脾胃。这盒肚脐贴和你市面上面见过的所有的肚脐贴都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打开盖子就知道，轻轻的闻一下，你会闻到里面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要知道，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味道越浓郁，证明里面的选材用料越真。而且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这盒肚脐贴是咱们师门当中自己去做的，里面只有3种材料。第一个艾绒，艾绒选的是谁？一定要是朝着阳面的艾。这个艾绒啊，它生长周期一定要是1年以上，在阳光的照射下，一定要是每天满足10个小时以上的阳光照射，所以呢叫做纯阳艾。第二个就是这个桂圆，桂圆也有讲究，叫做广西博白的桂圆。这种桂圆肉呢，它出来的能非常好的去激活我们里面的这个小气小血，让我们红色的水啊变得更充足，让我们的脾大宝啊变得更喜欢它。第3个就是它的花椒，不是平常的花椒，而是四川的花椒。四川的花椒它的窜走能力更强，而且它带着小温小阳，能让我们整个里面像这个暖阳一样照射的感觉，所以你用完以后，整个肚子当中啊都暖洋洋的，非常舒服。那么从里面呢，咱们拿出1小颗啊，拿出这么1小颗，这个呢外面是一层油脂，我们每一颗都在外面附上了一层油，为什么？因为做工非常的好啊。你看拿出来以后就是这样的1小颗，每天晚上我们一定要记住是晚上贴，就用它上面的这个纸直接贴在肚脐当中，脚底的话
两个脚涌泉也可以把它贴上，一个肚脐两个脚底贴完以后，你坚持一段时间，大概就1个月左右，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这个肚脐贴有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累了，或者是我感觉自己的脾胃不开心，我自己也会去用。用完什么感觉呢？大概3天左右到4天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当中像升起了一股小太阳一样，暖暖洋洋的，脚上像踏着个风火龙，从我们的这个涌泉当中感觉到热热乎乎的，非常的舒服。这种感觉，我相信只有用过真材实料做的这个小丸子的人，你才能感受得到。一般市面上面它的这个小丸子的材料，我们都不好说啊。咱们这个小丸子的材料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我们师门当中做出来的这个肚脐贴和你们去做的完全不一样，用起来感觉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选择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的。这个肚脐贴咱们就放在视频下方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去看下方去获取。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